对于镇压6四学生的那批军人，你能记得起哪个人的名字吗？那些参与镇压的军人，如果至今还在人世的话，他们敢以此为豪吗？显然不敢。但要是提到当时有谁敢于抗命，绝不参与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你一定会马上想到一个名字：徐勤先。徐勤先当时是38军的军长，38军号称万岁军，驻扎在保定。1989年5月18日，作为军长的徐勤先接到命令，要他率38军进京戒严，他予以拒绝。之后他被逮捕，判刑5年。徐勤先已于2021年去世。他虽然经过中共的牢房，他的名字却被刻进民间的集体记忆。大家好，我是东都克。刚刚过去的2025年11月，一个长达6个多小时的当年庭审徐勤先的完整视频在海外网络流传，引起一场关注海啸。对于徐勤先，当年官方主要有哪几项指控？庭审现场有哪几个焦点问题至今仍值得关注？徐勤先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历史将会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个庭审视频为什么会在当下这个时机流出？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答案，请来看我的解剖。我解剖的特点是深入细节，我的见解一定是独家的。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这次庭审发生在1990年3月17日。我在网上观看视频的时候，发现有 AI 自动识别出来的字幕错漏百出，特别是涉及到关键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一旦错漏就会影响理解。所以我花了一番功夫，对所有错漏进行了一番修复。在这期节目之后，我会马上上传一版修正了全部错误字幕的庭审现场视频，供需要的朋友们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徐勤先到庭。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外围疑问：为什么庭审视频会长达6个多小时？原因在于这6个多小时分成上午和下午，是2次开庭合起来的时长，等于是花1天时间完成了对徐勤先案的审讯。应该说，无论是对审判人员还是对被告人，这都是一次高强度的审讯体验。这里面有没有疲劳审讯的心理战术，不好判断，只能说存疑。那么在这一整天的审讯过程中，官方到底指控了徐勤先哪几项罪名呢？徐承认了哪些指控，否认了哪些指控？我们现在进入核心复盘。被告人徐勤先到。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的起诉书对徐勤先提出了3项具体指控。第一项指控，拒不执行戒严命令。公诉方指控徐勤先在1989年5月18日下午，当上级首长向他传达戒严命令时，他当面拒绝带领部队进京。真人就是传达命令的徐的顶头上司，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和副司令员李来柱。他声称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第二项指控是发表反动言论，这是定罪的核心。公诉方不仅仅满足于定他违抗军令，更要定他反党。当刘政委等军区领导同志传达军委命令和部署任务后，徐勤先即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儿，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
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接连宣读了刘振华、李来柱、邹玉琪、黄云桥4位在场首长的证言。这些证词措辞高度统一，甚至连语序都惊人一致。第3项指控是擅离职守。徐庆先自己本人退出参加戒严，但他还是配合打电话将戒严令传达给了38军政委王福义。王福义指控徐打完电话后没有留在岗位指挥，而是直接回医院养病。公诉方为了加重罪责，特意引用了38军后续进京受阻的证据，声称正是因为徐庆先的甩手，导致38军在长兴店等地被群众堵截，甚至出现了军心动摇。当部队向北京城区开进时，一些人利用徐庆先的问题进行反动宣传，并打伤了一些干部战士，部队严重受阻，一时难以到位。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法律细节，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承认，当时的刑法和军法中并没有违抗戒严命令罪，所以他们是依据刑法第79条的类推原则，比照战时违抗作战命令罪来定罪的。也就是说，把镇压学生的行动视同战争。徐庆先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在刑法分则和作为刑法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军事罪条例中都没有明文的规定，但它与军事罪条例第17条规定的违抗作战命令罪构成的主要件最相类似，因此对徐庆先定罪可行，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类推制度的法律规定。面对这3项指控，徐庆先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没有全盘否认，而是对大部分事实描述表示认可。一、认可接到了命令，他确认自己听到了部署并做了记录。2、认可个人不参加，他承认自己当时明确表态，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太想参加。3、认可担心后果，他承认自己说过执行不好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并承认自己因担心流血冲突而思想不通。这就是说，他坦然接受对自己消极态度的指控，因为这是基于良知，他不屑于撒谎。但是徐庆先坚决否认了以下3点关键指控，并进行了犀利反击。第一，坚决否认说过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这句话，这是控辩双方博弈最激烈的焦点。讲应当由国家的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这个事情呢，在我的头脑里头没有这样想，在会议上我也根本没有这样讲，因为头脑里头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注意，徐庆先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坚决否认呢？表面上看，他否认这句话似乎是在向党讨好。如果他承认了，他在今天很多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或许会更加高大。但徐庆先是一个拥有敏锐洞察力的军人，他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法庭设置的一个政治圈套。他非常清楚，如果承认说过这句话，就等于承认自己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根基，这就不再是思想不通，而是敌我矛盾，是加重定罪的关键一环。所以他必须死死守住这条底线。我是老党员、老军人，我懂党指挥枪，我绝对没有反党。他把自己的抗辩严格限制在程序正义的范围内。我不是反对党，我是建议走人大和国务院的合法程序。他在法庭上多次表示，这是证人记忆有误。第二，否认请领导另找别人是撂挑子。他辩解说，当时38军的党委常委都在，指挥班子是完整的，他个人因病和思想原因退出，并没有阻挠指挥班子接手，不存在没人指挥的问题。这是一种切割，我个人不干，但我没有瘫痪部队。第三，否认对严重后果负全责。公诉方指控，正是因为他的抗命，导致了38军军心动摇，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他反驳，当时的社会动荡是体制应对方式和客观大环境造成的，将动乱升级和部队受阻的责任归咎到他头上是不公平的。
简单总结一句话，徐勤先在法庭上承认了抗命，但坚决否认反党。围绕庭审，我总结了4个焦点问题。我认为这4个焦点问题才是徐勤先案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这4个焦点问题可以看出，不仅是在当时，哪怕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前线的国家。焦点问题1：口头命令合不合法？调动野战军到首都戒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天大的事。大家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一份盖着红章、签字齐全的正式文件。但在庭审中，军方核心证人北京军区作战部部长彭翠峰的调查笔录显示，没有文字命令。调查笔录：1990年1月5日，地点作战部会议室。调查人蒋基初、蒋继光，被调查人彭翠峰。问：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军委定的还是军区定的？答：是军委定的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周刘首长当面接受的任务，没有文字命令。没有文字命令，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情况紧急，但这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既然能把军长从医院叫到军区开几个小时的会，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印一张纸呢？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不是来不及，而是不愿或者不能。这背后藏着当时中共高层决策机制的一个致命死结。依照当时的组织程序，调动野战军进京必须由军委主席邓小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以及第1副主席赵紫阳共同签字才能生效。而历史事实是，赵紫阳坚决反对戒严，不可能签字。这意味着这份命令在法理程序上是残缺的。如果强行发书面命令，那个空缺的签字栏就会成为中央分裂的铁证，甚至可能引发军队内部的合法性危机。所以高层只能采取口头传达这种灰色手段，试图利用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权威来强行覆盖程序的非法。刘政委说：“老徐，这是邓主席决定，杨副主席亲自传达的，你还不相信吗？”但这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原因，更深层的荒谬在于法律层面。当时中国虽然法制不全，但基本的军事条令是有的。控方在庭审中极力辩解说，咱们过去作战也可以下达口头命令，这就混淆了一个核心概念：战场临机决断与国家行政行为的区别。在战场上面对敌人，为了稍纵即逝的战机，指挥官下达口头命令必须执行，这是铁律。但是戒严不是打仗，它是国家动用武装力量介入国内政治，面对的是本国公民，限制的是宪法权利。这种行为必须有完备的法律手续，否则就是违宪调兵。这一点连公诉人自己心里都没底。大家注意起诉书里的一个细节，公诉人承认翻遍当时的刑法和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根本找不到违抗戒严命令这一条罪名。怎么办？他们引用了1979年刑法第79条的类推原则，强行把徐勤先的行为比照战士的违抗作战命令罪来审判，这在法理上是极其勉强的。他等于承认，按照现行法律，徐勤先无罪。为了让他有罪，必须把他在和平时期对程序的质疑，硬生生地比作在战场上对冲锋号的背叛。徐勤先正是看穿了这一点，他在法庭上反复辩解。还有那个文字命令的问题啊，我只是到了后期了。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说比较大，我说就凭现在我这个记忆，这个记着这么点儿，文字上记这么点儿，我说将来一旦出现差错，我说这个不好查，我说最好军区发个文字命令，并没有提出质问或者为什么不发个文字命令这么大的事，没有提这个。他不是在矫情，他是在用程序正义这面盾去抵挡政治强权这杆矛。他清楚地知道，没有书面命令的调兵本质上就是违法用兵，而他拒绝执行违法命令，是在履行一个军人对国家法律的最高忠诚。焦点问题2：徐勤先究竟有没有说过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如前所述，在庭审中，控方为了坐实徐勤先反党的罪名，动用了4位军区最高首长的证言。在描述徐勤先的反动言论时，
4个人出现了几乎一字不差的证词。在司法心理学中，对于同一个突发事件，不同目击者的记忆一定是有偏差的。这种像素级的雷同往往只意味着一件事，这是事前同意过口径的证词。这说明为了把徐庆先从违抗军令升级为反党，体制内部进行了一次严密的动员。昔日的战友和上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必须按照规定动作递交证词。徐庆先在法庭上承认，他当时确实提出了建议，但他建议的原话是：我说这么大一个群众性的政治事件呢，主要应该用这个政治办法来解决。所以正好我这建议，这个刘政委说的对啊，建议，但是建议呢是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办合适。还有呢，我说军队纳入国家体制，说人大也可以讨论一下。不是讲科学民主决策吗？就是使这个决策别发生失误。他的理由是，动用军队解决国内政治纷争属于国家紧急状态，除了党内决策，还必须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合法授权。他是在要求程序正义，应该把即将出笼的军权关进国家法治的笼子里。然而，控方把徐庆先这种要求补齐国家法律程序的建议扭曲为否定党的领导权威，这就形成一个死结。如果承认徐庆先是在讲法，那么违反的就变成了中央军委。只有把徐庆先定性为反党，中央军委那些违法操作才能被赋予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徐庆先深知中共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说：“我懂规矩，我不可能说那种蠢话。”用体制内的逻辑来对抗体制对他的构陷。分析到这里，我们还不能结束，我们必须从第三者的角度逼问一个终极问题：徐庆先到底有没有可能说过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这句话？我来做一个逻辑推演。第一，从职业本能和语言系统来看，徐庆先的前半辈子都是在党指挥枪绝对服从的政治语言体系中度过的。对于这样一个深受体制熏陶的高级将领来说，党的名义几乎天天在耳边轰炸，即使他思想再不同，他的潜意识里也绝对没有否定党的语言习惯。在高度紧张的受领任务现场，一个人会本能地使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让他说出遵守宪法程序是有可能的，但让他说出反对以党的名义发布命令这样的话，这违背了他40年的职业本能。第二，从现场的对话逻辑看，在庭审过程中，徐庆先提到他在会议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体委首长说吧，说你还是传达吧，这下命令不通过你军长不好吧？我说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这不是听哪一个人的。我说谁传达都一样。请大家注意，他在同一个场合、同一次对话中，刚刚声明了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紧接着又去说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个思维清晰、正在做记录的军长，不可能在2分钟内就这样精神分裂。第三，从这项指控的诞生过程看，让我们先听听徐庆先的辩解。因为我们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无论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军委讨论，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讲的时候，你这个意思很清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那么处理这个事件呢，因为涉及到动用军队，如果按照过去这个宪法，我说人大常委他就不能讨论。我说现在纳入国家体制，我当然人大常委也可以讨论。这个主要是从这个最后还说了一句，我说这不是讲科学民主决策吗？这也是中央讲的嘛，不是科学民主决策吗？我就建议我说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一下子。现在呢，就是说我是光讲到了什么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讨论一下子究竟对头不对头。
这就把这个主次颠倒了。作为科学民主决策程序来讲，是吧？我们中央是吧讨论，中央军委讨论。那么当然，为了这个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那么说其他的国家机构也可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要的讨论。徐当时的真实意思是，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政治局、中央军委可以讨论，同时全国人大、国务院也应该讨论。但在那些现场的军区干部耳中，这就变成了徐在反对以党的名义发布戒严令，这就是真相被扭曲的全过程。所以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徐庆先没有反党，他只是想要一张更符合程序的通行证。但他没有想到，那个体制不仅不给他这张通行证，反而要给他颁发一张反党的身份证。当一个人试图在体制内讲道理、讲法治的时候，体制会利用他的解释权把你变成敌人。焦点问题3：拒绝带武器进京能否成为抗命理由？法庭认为徐庆先是被自由化思想洗脑了，事实可能没这么简单。徐在法庭上平静地列举了他在胡耀邦葬礼的4月22日、大游行的4月27日、青年节的5月4日这3次带兵进京的经历。这3次任务他都坚决执行了，特别是4月27日那天，军车被群众围堵，甚至有战士被吐口水，他依然完成了协助维持秩序的任务，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为什么前3次他能去，5月18日这一次他死都不去了呢？唯一的变量就是装备。前3次是徒手，任务性质是维持秩序，而这一次命令要求带武器、开装甲车。大家要看懂这个差别。徐庆先抗拒的不是进京这个动作，他抗拒的是军队性质的质变。在前3次，军队是作为治安力量存在的，类似于警察，使用的是非致命手段，而一旦带武器，军队瞬间就变回了杀戮机器。徐庆先不是在反抗上级，他是在拒绝让一支人民军队发生这种可怕的癌变。在庭审中，徐庆先说了一句极具专业分量的判断：我说这样的任务携带着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这是怎么执行？打谁？因为原来这个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要做这方面这个准备，但是要争取要尽量避免这个不冲突不流血。但是后边采取这个行动呢，这根据自己看到的情况，特别4月下旬接触这些情况，我说那你也带着武器来了，是吧？带着坦克、装甲车，是吧？轻重机枪，这个当这个工作当前做到这样一种程度，群众情绪很大，这个群众这非冲突不可，这一冲突以后，你又带着枪、带着武器，非流血不可。大家想象一下，这些武器的设计初衷只有一个：高效毁灭敌人。当把这种毁灭性力量投入到像北京这样人口稠密且没有明确敌军阵线的城市环境中，会发生什么？几十万情绪激动的群众面对高度紧张的持枪士兵，在群体心理和武器威力的双重作用下，屠杀是战术上的必然结果，这是不以指挥官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徐庆先拒绝执行，不是因为他怯战，恰恰是因为他太专业。他是在用军事常识告诉高层，你们在玩火，而我不做那个点火的人。我们必须触及徐庆先内心最深处的痛点：军队伦理。解放军的合法性根基在于中共自己宣传的5个字：人民子弟兵。在军事伦理中，重武器是用来对付侵略者和敌人的。当命令要求带武器进城时，实际上已经在潜台词里完成了一个可怕的内涵扩充，学生、市民也成了敌人。徐庆先无法接受这个惊天逆转，他在庭审中反问：这将出的事谁负责？他其实是在问，如果我们要向养育我们的人民开枪，这支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初夏，当大多数军人习惯性的服从命令时，
人性和良知让徐清仙守住了个人的伦理底线，他宁愿自己坐牢、被撤职、被审判，也不愿意让人民军队这个招牌在他手里被砸碎。焦点问题4：徐清仙可以把个人从集体中摘出来吗？在庭审中，徐清仙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辩解：你是个高指挥员呐，你是个集团的军的军长啊，我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这个不是个参加不参加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啊。军区首长给你下的一个命令，军委的命令，这是你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是要请你直接回答。当时想是这样想的，就是作为部队来讲，要坚决的执行；作为个人来讲，就不想参加。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大想参加。他的意图是把自己从38军这个集体中切割出来。大家想想，如果徐清仙真的像起诉书说的那样是恶意抗命、阻挠戒严，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扣押军委的命令，或者利用他在38军极高的威望，拉拢政委王福义一起抵制。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徐清仙在军区受理任务后，依照程序给王福义打了电话，原本传达了军委的调兵命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徐清仙根本没有想过要绑架38军去对抗中央。他传达命令是因为他不仅不想造反，反而是在履行程序的最后一步，交权。他的潜台词是：命令我带到了，部队交给你们，但我个人恕不奉陪。他想做的仅仅是因为良知驱使，想把自己从这辆无法驾驶的战车上摘出来。他不可能改变事实，也没想拉别人垫背，这是一种几乎悲壮的独善其身。这就引出了全案一个荒谬的环节。38军政委王福义向法庭递交了徐清仙给他打电话的原始记录，但这份旨在定罪的关键证据竟然是被墨水涂抹过的。下面出示王福义政委接徐清仙电话时的记录稿复印件。刚才出示的记录稿复印件后面有一行用墨涂抹的痕迹，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下面宣读王福义政委关于电话记录稿涂抹痕迹的说明。这是今年5月18日，军区作战部彭部长徐清仙给我打来电话的记录。最后记的几个字是徐清仙说的，意思是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任务，不能指挥，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我交给秘书整理入党时，当时怕泄露出去被社会上坏人利用，也担心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就用墨笔涂掉了。89年7月28日。在这里我有2个疑问。首先，被涂掉的那一行字到底写了什么？王福义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他在说明中声称，那行被涂掉的字是徐清仙抗命的原话，意思是拒绝指挥。王福义为什么要涂掉？他解释为怕被坏人利用，这有点站不住脚。这不免让人产生怀疑，如果那行字的确如王所说，反映的是徐清仙公然抗命、拒绝指挥的铁证，他应该把这份记录好好保存下来才对，以此与徐清仙撇清关系，显示自己立场坚定。哪有证人会亲手毁掉指控嫌疑人最有利的证据？他之所以涂掉，很大可能是原始记录不够狠。其次，法庭采信这份证据是对司法常识的践踏。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一份被关键证人涂改、销毁了原始信息的书证，不仅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会被直接视为废纸。证人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伪证。但在中国的军事法庭上，这张废纸和王对涂抹文字的书面证明却能成为定罪的铁证。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场审判并不在乎事实，只在乎结果。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想，这很可能是专案组或者更高层授意王福义这样做，因为原始记录不够狠，把它涂掉之后，这就变成一张空白支票，王福义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填内容。关于这一点，徐勤先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的没有不像他讲的这样，但是我不参加这个意思跟他说了，我有不同意见我也讲了。他涂抹的部分就是说是你表示不执行命令的话。这个中间呢，这个一个是执行、指挥，这些词啊都很少出现。我一般的都讲的是当时我的思想就是不参加。徐勤先只是表示他不想参加，他的初衷或者说他能想到的最低底线是只把自己摘出来。但即便是这样，体制也是不可能允许的。体制怎么会允许你一个人干净？站在35年后的今天回看，徐勤先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戒严令发布后，中国军人中并非没有清流。张爱萍等7位老将军联名上书反对戒严，就曾传为美谈。但是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区别：7将军是退休元老，拥有体制内的威望和豁免权，而徐勤先是阵前抗命，他是手握重兵的38军军长，是那把已经拉满了弓上面的最锋利的那支箭。当命令下达的那一刻，他面临的选择只有2个，要么成为杀戮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折断自己成为阶下囚。他选择了后者，这让他成为了1989年中国军队中唯一一位公开抗命并为此坐牢的高级将领。这唯一的抗命者对我们理解共产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需要先做个假设：如果当时没有出来一个徐勤先，几十万大军、数千名高级军官从上到下像机器一样冷酷地执行了命令，那将是一幅多么绝望的历史图景。那意味着中共几十年来对军队进行的党指挥枪绝对服从的政治灌输取得了100%的成功。那意味着在这个封闭的暴力机器里，党性已经彻底吞噬了人性，服从已经完全取代了良知。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取得了全面统治，所有人都变成了没有任何道德判断力的螺丝钉，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把灵魂上交给了体制。如果没有徐勤先，后人看这段历史只会看到暴力的碾压和奴性的服从，我们会觉得这个民族的脊梁骨在那个时间节点是彻底断掉的。但幸运的是，历史出了一个徐勤先，他的存在是那道密不透风的铁幕上唯一被人性击穿的裂缝。首先，他证明了集权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在那样严密的控制下，在那样高压的洗脑中，依然有人保持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徐勤先就像是那架庞大、精密、冷酷的钢铁机器上唯一一颗因为过热而崩出来的螺丝钉。他证明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体制内，个人的自由意志依然有可能闪光。体制可以控制人的身体，可以控制人的前途，却无法完全格式化人的良知。其次，他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参照系。那些执行者、开枪者往往会用一个借口来为自己辩护。在那种高压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别无选择。但因为有了徐勤先，这个借口彻底失效了。徐勤先像一座界碑，死死地钉在了1989年的时间线上。他用5年的刑期告诉那些人，也告诉后世，面对同样的体制压力，面对同样的最高军令，面对同样的政治风险，拒绝是有可能的。徐勤先的抗命
实际上是替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人守住了最后一条做人的底线。他一个人把整支军队从无意识的作恶拉回到了有意识的选择的审判台前，这就是他作为孤镇的千军力量。如果把庭审录像比喻为历史的黑匣子，那么这个黑匣子在35年后的2025年11月被突然开启了，这是一次毫无征兆的历史火山口的喷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视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经过溯源，可以证实视频首先是由6·4亲历者和历史学者吴仁华发出的。吴仁华是这个世界上最执着于还原6·4真相的考据癖。此前，他用半生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公开资料中还原了开枪部队的番号和名单。他声称徐勤先案庭审视频是他历经30多年收集到的最重要资料。视频流出后，海外舆论场瞬间发生了地震，从民运圈到学术界，人们震惊于这份档案的完整度和清晰度。这是官方归档级别的母带，是欲加之罪的铁证。这股冲击波不仅仅停留在海外，它甚至反向穿透了防火墙，引发了中国国内核心体制层的剧烈震荡。视频曝光后，中央军委相关部门进行了严厉排查，国家保密局局长和副局长因此被双双拿下，各种收紧动作频频，这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次泄密击穿了中共最核心的保密防线，让当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正因为风险如此巨大，爆料人在移交资料时向吴仁华提出了一个死命令，绝对不能公开我的信息。虽然爆料人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这份档案的级别，通过官方的反应，我们可以对这位申猴做一次合理的推测。首先，他绝不是普通的司法文员或技术人员，这种级别的军事法庭录像属于绝密，在中共的档案管理体系中，它被封存在中央军委政法委或解放军军事法院的最核心库房里，普通人连门都进不去，更别说进行高清晰度的数字化转录并带出境外。其次，它极有可能是红二代或军队高层的核心圈内人。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高层官员往往会私下保留一些敏感事件的原始档案，这最初是为了自保，万一哪天风向变了，我有证据证明当年的真相不是那样。这位申猴很可能是当年掌控审判全程的关键人物，或者是当时军队高层的亲属。这份录像也许是他们家族的保命符。不管怎样，这位爆料人身处体制的心脏，却对这个体制的历史叙事充满了不屑。他保留这份档案35年，就是在等一个最致命的时刻。怎么说呢？当下的台海兵凶战危，美日的强硬，赖清德的预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战争阴云的逼近。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体制内的理性力量通过放出徐勤先的视频，实际上是在向最高层和执行层同时发出警告。对于最高层，这是一种威慑。不要以为军队永远是铁板一块，如果发动一场在法理上存疑，在道义上背负骂名的不义之战，军队内部依然可能出现下一个徐勤先。对于执行层的将领，这是一本行动说明书。如果未来某一天开战的命令下达了，而你发现这个命令是个人独断，或者是针对同胞的，你应该怎么做？徐勤先在35年前就交给了你答案。这就是申猴的良苦用心。他用一段发黄的历史录像，试图阻挡未来可能流淌的鲜血。视频的最后，我专门将徐勤先在法庭上留下的那些穿越时空的金句剪出来，与大家共享。好了，我是东渡客，咱们下期见。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说比较大，我说就凭现在我这个记忆，这个记着这么点儿，文字上记这么点儿，我说将来一旦出现差错，我说这个不好查，我说最好军区发个文字命令，我说这么大一个群众性的政治事件，主要应该用这个政治办法来解决。所以正好我这建议这个，但是建议呢是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办合适。
还有呢，我说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人大也可以讨论。要不是讲科学民主决策吗？就是使这个决策别发生失误。我说这样的任务携带着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这是怎么执行？打谁？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这个话你当时讲了吗？这个当时讲。这个话讲了。